本期视频您将看到低调奢华、湛蓝海洋、高级中餐、盛开樱花。好的，各位早上好，我是虾，欢迎搭乘京滨东北线列车前往东京站。这段路是个很有名的并走区间，可以欣赏到你搭的车和旁边其他列车赛跑的景象。但很显然，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坐几站这样的普通车的话，我应该连相机都懒得掏出来。所以，欢迎来到东京站西广场。我们今天即将从这里出发，搭乘一般乘客能在东京坐到最豪华列车之一的蓝宝石舞女号的头车顶级坐席，一边欣赏晴天下湛蓝的大海，一边在精致典雅的餐车中享用列车专属的高级料理，最终抵达伊豆的温泉酒店，享受地底涌出的纯天然温泉，欣赏第一批盛开怒放的樱花。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出发。提到日本的火车，便当是一定少不了的。东京站里面就有非常大的便当店，各种便当琳琅满目，一应俱全，猪了、牛了、鸡的、水产的全都有。不过说到水产品便当，这一款是真的让我有点绷不住。不是那个平泉，那个平泉在承德，这个平泉在岩手。如果今天出现在这儿的是承德的平泉，那这玩意儿里边就不应该是很有精神的海胆了，估计得是华子菇配板栗饭做新鲜山楂。哎，别说，这方子听着也挺好吃的。各位来日本玩的话，非常推荐买一个便当尝尝，作为一种文化体验。但如果您要指望午饭就靠这一个便当的话，那您最好把当天的晚饭的时间排得早一点。这种便当的量，大部分的时候确实还是太体验了。我们的车在9号站台始发，上到站台后，直接看地上的标识即可找到对应的车厢停车位置。我们的座位在最前面的一车，位于站台尽头附近。现在进站的就是我们要乘坐的 E261系蓝宝石舞女号列车，全列编组7节，从最后到最前分别是3节绿色车厢或者说1等座，1节餐车，2节包厢绿色车厢和最前面的 Premium Green 优选1等座车厢。是的，这个车完全没有普通座位，整列车都是优等座位，甚至它的餐车还不是有些日本列车那样的伪装成餐车的，不知道是酒吧车还是2等座车的什么东西。而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统的餐车，底下的车厢类型写的还是萨西，萨表示这节车是电力动车组中的无动力拖车，而后面的西则是从以前日本过夜卧铺车满地跑的时候开始，就表示这节车是能吃正餐的正统餐车。现在的东京有点阴，显得列车有些灰蒙蒙的，实际上列车的宝石蓝色在阳光下会非常有高级感，比现在能漂亮很多。欢迎登车，欢迎来到列车最顶级的 Premium Green 优选1等座车厢。客室和端面中间有一道门隔开，能更好的隔绝列车行进过程中的噪音。大一点行李存放处就在门边，非常方便。Premium Green 车厢采用深色作为内饰主色调，搭配木地板和暖色调的照明灯光与碳纤维硬壳半包椅子，既有老式高级列车的典雅，又不是这个时代的科技感。椅子呢也是电动真皮座椅，搭配与太平洋相得益彰的海蓝色地毯与第一排的前方展望视角，已经开始期待一会儿的旅程了。中午12点半，蓝宝石舞女3号准点发车。我们坐在全车的第一排，所以有全车最好的前方展望视角，并且能清晰地听见发车时的蓝宝石舞女特色音乐喇叭。这个座位应该说非常难抢到，我提前1个月的上午10点在窗口蹲放票，卡着放票时间才抢到。感谢眼疾手快的窗口售票员大叔，并且我们本来是要抢上午11点发车的蓝宝石舞女1号的，那个车的第一排没抢到，才走第2志愿拿到了3号的第一排，刺激得很。不过这里的前方展望虽然视野确实很好，玻璃很大，也没有什么大杠子遮挡，但好像风挡就只有驾驶位和右边一小块的雨刮器能够够到的地方是干净的，其余部分的透明度上升空间就比较大了。蓝宝石舞女号，其实几年前呢，我是跟小姐姐一块坐过一次这个车，但那次坐的是后面的普通1等座。这次呢，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优选1等座，或者是 Premium Green。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第一排，这个位置是全车非常漂亮的一个展望席。我们面前是一面非常大的玻璃，等到一会儿到海边的时候，这个座位的风景会特别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座位本身吧。好的，首先呢。一面非常大的玻璃，哇，真的这个20毫，这应该是26毫米的镜头转过来直接曝光。然后在这边，这套东西相信在国内的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了，就是一个跟优选1等或者说蛋壳商务座的逻辑都很通的这么一个躺下、抬起，然后这边的话后仰这些东西，它这个后仰角度非常的大，因为它后面是一个这种蛋壳的，哎，我们来把它放下去。它后面它其实是有一个蛋壳的，而这个蛋壳呢，它这个你后边你不管怎么养，你都不会影响到后面的旅客。这日本人还是很在意这方面的。然后在这个位置，这个把手，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你把它拉起来，对，首先它会复位，
复位之后你可以转这个椅子，因为这个椅子呢它是完全的每一个椅子都是独立的，所以呢你就可以像我这样，现在我这样呢就是一个面向斜前方的这么一个设定。当然了，一会儿我在海边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用这个设定的，因为这个设定会让左边是我刚才本来是左边是非常漂亮的侧窗的景色，我前面是正脸的前方展望，很壮观。然后我现在在内地，所以这个位置我是不用的，还是转回去比较好。对，这个转过来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啊，那个东西还有点劲儿。好，哎，对，这样就舒服了。这边横须贺线的1、2、3、5系。这个椅子的前面是没有桌子的，但是在侧面它有一个手感特别好的桌子，很大，非常大的一张。然后它是这个全金属的这种质感，而且它放下来之后它站得很稳，它不会像某些比较老的车，它那个桌子放下来之后啊，它会打晃，并且它有一些呢，它这块松了之后，它会往你的左边斜，然后你还得把膝盖垫起来，它这个桌子才是平的，那种就很恶心。然后我们把它放下来，对，在这边的话，这都是一些宣传什么的。然后灯是这个玩意儿，这个灯很神奇。然后在后面大家可以看看整个车的这个格调。它虽然很豪华，但是它并不是像某些那种就是欧式或者说美式那样的有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它这个车就是它是会让你很舒服，然后呢，它让你能够非常惬意的享受这种一个人的时光。上面还有这个天窗，就非常的舒服。欢迎来到横滨站，天气逐渐要放晴，风挡上雨刮刮不到的地方也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前方展望现在其实效果就那么回事儿，侧面的窗户要干净很多。横滨站可以说是蓝宝石舞女和普通舞女的分水岭，普通舞女号在横滨和热海间还要停大船、小田园、汤河园3站，而蓝宝石舞女会一口气直接跑到热海站，这个 定的差不多有1个钟头，这是高级车限定的舒爽体验。2车和3车共有8个包厢，其中4个是6人包，4个是4人包。这种包厢如果坐满的话，平均每个人的价格和后面的普通1等座是一样的，所以就非常适合家人之间或者一群朋友组团出门。包厢里面也是采用了大量的木质内饰和暖色调的照明，与优选1等座的设计语言相通，但又能给旅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包厢车过道的配色反而是用了浅色调，搭配斜上方的天窗，尽可能采用了自然光照明，减少了旅客与车外环境的分割感，使旅客更能沉浸在列车的旅途中。这就是蓝宝石舞女2车的这个洗手池呢，外边有一个帘子，所以你可以在里边化妆什么的。然后底下的话呢，它是3个自动的，这个是水，水 ，hello， 单手的话没有那么灵，好像。这个我特别喜欢，吹风机 ，hello。OK， 男用厕所，然后这边空，确认好，快速回变。来，进来的话，空间呢其实并不大，因为这个并不是那个无障碍厕所。扣下来，锁定好了。OK， 盲文说明，可以看一看这个厕所的结构。里面镜子，扶手还是稍微有点晃。然后底下一个坐便，这边滋水枪套装，一个蛮日本特色的一个东西，以及一个这个设计让我并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搞的洗手池，对它真的不是小便池，这个太容易搞错了。然后婴儿椅，上面如果是西日本的话，这个位置应该会放一些厕纸什么的，但是也无所谓。OK，换 diaper 换尿布的地方，给小孩儿，也就差不多就这样了，还是可以的。它这个带自动吹风机，这个我非常喜欢。OK， 好，打开好，撤。好的，欢迎各位来到蓝宝石舞女号最具特色的地方之一——餐车。餐
餐车呢采用预约制，想要用餐的话，需要提前在官网上预约，并选好菜品和用餐时间。用餐时间的话，我的建议是放在出东京站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开始。这个时候列车差不多已经开到了海边，天气好的话，就可以配着窗外绝美的海景，享受在日本难得的餐车午餐。是的，并不像国内几乎所有的绿皮车都有明火餐车，餐车这东西在日本其实已经很少见了，目前只在一些观光车上还有营业。所以虽然菜品的价格并不便宜，我还是很推荐来体验一下。朋友伊森点的是鲜虾云吞面。是的，最近蓝宝石5女号餐车提供的都是中华料理，虽然有些动不动就勾芡加糖的中华料理确实非常一言难尽，但至少这个面看上去还蛮正常的，应该很不错，值得尝试一下。这里边是底下是面，然后上面是这个云吞，这量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多一些。对，感觉还是不少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虾皮啊，小青菜啊，对，感觉应该不会太难吃，尝一尝。毕竟这个中华料理嘛，对吧？这个对它期待不算特别高，但是觉得应该不会难吃。这面的软硬度还是挺合适的，没有煮烂。我点的是另外一个柚子蛋蛋复兴面，这个复兴是研发料理的厨师长与在2021年热海泥池流中受灾的拉面店的共同企划，热海复兴面。造型很漂亮，但是好像确实是不太容易把这个和国人印象中的担担面联系起来。里面还挺香的，它有点这个花椒的味道。对，是麻辣的吗？是麻辣的吗？他应该是想往麻辣的方向做，但是那个众所周知，你要是按照中国人的标准给日本人吃麻辣，那要出事，那要出事的。你说可以是吧？我觉得面还是软硬度还是不错的。对，没有很硌牙，也没有这个很辣。来尝尝云吞，它里边这猪肉也好吃。这里边是那个荸荠，对马蹄下的。哇，那远远超出预期啊！我觉得说实话，我宁可吃这个，我觉得比那个意大利面强。对，这个比上次的那个，确实是比上次跟小姐吃的那个要好吃得多。哎，这跟 Cold Starlight 那种，一望无际的这种旁边全是山和山海相接那种感觉还不太一样。这个有了前面有小房子里头，有一点这种小而精致的美。对，而且它这个海啊，它靠近岸边的这块它是变浅的。对，确实 Cold Starlight 那个它就是很美国，这个吧它就是很日本，对，就是这种感觉。对，那个更有点大气磅礴那种感觉。对，都挺喜欢。列车正在接近根府川站，这站应该是东海道本线看海最漂亮的一站。著名的四季岛号也有一个短行程，是东京出发到这里来看海上的日出，再回到东京。去年8月的时候，我曾经在这边骑行过2天，那2天也是像这次一样的极品天气。我沿着蜿蜒的山路爬上爬下，欣赏着绝美的景色。虽然100瓦的菜腿爬坡速度堪比让 F2 的赛车去跑 F1，但那可能是我去年夏天在日本最开心的几天。那2天的海都是和这次一样的湛蓝色，身后的汽车呢，你不给出可以安全超越的手势的话，他们也不会贸然超车。第2天还在骑行终点伊东的海边偶遇了轻松的夏威夷舞演出，晚上呢更是看到了意料之外的花火。虽然和老家过年的烟花规模肯定没法比，但我真的很喜欢这样不期而遇的公路电影。哇，这个漂亮哈。这个拿这勺子这样给这样拉了一圈。Chinese ice cream， 在这个 Chinese 哇，切糕，是有点那味儿，有点那感觉吧？除了它下边这个不是切糕的糕以外，对，这上面这个切糕，这果仁，你看这南瓜籽儿对吧？对，这还有什么呀？腰果，杏仁儿，还有什么？葡萄干儿，这可不就切糕吗？对啊。
我的甜点则是这样的一小块芒果蛋糕，味道很醇厚，口感也很丝滑，非常好吃。Ethan 的那个切糕其实比较接近于冰激凌蛋糕，果酱和果仁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口感。可惜4月1号起，他们又要换菜单了，柚子担担面和切糕两个都要下线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蘸面和一个巴菲，真的感觉没有我们这顿就有意思。价格的话，我们俩这4样东西加一块差不多7300日元，非常的商务，但是风景和味道都远超预期。作为一趟体验的话，我还是很满意的。欢迎光临热海站，我们即将离开东海道本线，转上伊东线往南，前往伊豆半岛。视频发布时正是东京的樱花季，而热海的樱花呢，属于开得特别早的品种。2月中下旬视频拍摄的时候就差不多满开了。我们是第2天返程的时候在这里停了一下，欣赏了今年第一批怒放的樱花。热海下车后，地图软件上搜热海樱花基准目，差不多就能到了。河道两旁都是樱花，游人如织。而欣赏完樱花后，也可以在附近的餐厅来一份日式煮金目鲷鱼。金目鲷是这边的特产，每年冬天的时候最美味，有丰厚的油脂的香味，但是呢又不会腻，搭配日式甜酱油做煮鱼刚刚好。这个做法我自己在家有时候也会做，非常的好吃。右边交汇的列车是伊豆急的Resort 21黑船电车，主题来自1853年的黑船事件。当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舰队，最后就是于1854年由夏田离开的日本。类似的Resort 21列车还有一组叫金目鲷电车，这俩呢平时都是作为各站停车的普通车运行，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额外车票。车里面大概是这样，想相对便宜的在列车上欣赏伊豆的海景的话，这俩就是最合适的选择。时刻表在伊豆急官网可以看到，每个月不一样，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其实普通的一等座现在看环境也挺不错的，内饰采用浅色调，在阳光下比优选一等那边更有活力。座椅本身是基于E5系新干线列车一等座的改进产品，并且使用了1+2的布局，1侧靠山，2侧靠海，所以我上次才能跟小姐姐一块坐在靠海的一侧。哎，要是上次带小姐姐来的时候也是今天这样的天气就好了。伊豆热川站，伊豆急沿线温泉酒店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这里是比较少见的温泉自己从地下涌出，而不是打井取温泉水的温泉地。而这种天然源泉在伊豆热川站旁边就有一个，就是这个365天无时无刻都冒着蒸汽的塔，即便是路过也能让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今晚的酒店也在这边，不过我们为了欣赏到蓝宝石巫女号全程的风景，还是决定先坐到终点伊豆急下田站再折回来。酒店呢也是日式温泉酒店，不过毕竟是和朋友出来，预算肯定拉不到上次带爸妈那么高了，所以房间就小了一些，但2个人也完全足够了。晚饭是铁板烧，出品的话整体上其实比较一般，生鱼片的新鲜度有点让我想加点米饭葱花再打个鸡蛋把它给炒了，但这个香煎海鲜确实把我们俩惊到了。龙虾其实就是铁板烧该有的正常水平，但这个金目鲷我不知道师傅是怎么控制的火候，慢慢煎出来鱼皮脆得像薯片一样，同时鱼肉呢又一点都不干，非常的嫩。我们俩研究半天都没研究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相比于后面理论上真正的主菜鹿儿岛黑毛和牛的西冷，这个鱼是今晚绝对的 MVP。那个和牛吧，确实挺诱人，油脂很丰富，但是有一点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油脂是到位了，但是牛肉的香味还不够，加起来就比较容易腻。当然吃还是很好吃的。吃完饭歇一会儿就可以出去泡温泉了。这家的温泉确实非常好，泉质比较清爽，并且应该是因为热川的温泉涌出量实在是太高，他们连温泉池旁边的淋浴出来的都是天然的温泉水，而露天温泉应该才是他们真正的王牌。在半山腰上面朝大海，可以清晰地听见底下海浪的声音。可能是内陆人天生自带的对大海的向往吧。我最喜欢的露天温泉景色应该就是大海了。而我们俩当晚就这样面对着太平洋，泡一会儿上来休息一会儿，一直聊，最后就这么待了1个半小时。第2天我们去了他们的带切风吕，也就是提前约好包场的小温泉。但是当我往前探，直到看到底下的马路的时候，我的表情当时就僵住了。同时这个私人温泉基本上就贴着海边，可以清晰的看到海面上不远处的船。我觉得这个带切风吕确实没什么来的必要，半山腰的公共温泉比起这里好太多了。当然包场温泉比大浴场有个优势，就是你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拿手机和朋友们线上搓麻将，这个体验就非常独特了。
OK， 欢迎回到列车。蓝宝石舞女号全程离海最近的一段路，应该就是前面这段。线路修在海边的崖壁上，底下就是广袤的太平洋。今天天气很好，不像和小姐姐那次水泥天一直到头，天气很完美，就不用低头盯着一兜大石头了。乘客们的目光纷纷望向大海，车上的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我们也暂时忘掉生活中的那些烦恼，沉浸在海边蓝宝石舞女号的旅途中吧。下午3点半，欢迎来到终点伊豆吉下铁站。我上次和小姐姐是去旁边的缆车观光了一圈，就直接回东京了。这次呢，我们的时间更紧，回热川的车还有3分钟发车，拿好随身物品，我们得小拱一下。感谢一路上铁路工人的服务与协助，也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欢迎点赞投币，收藏关注一波，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们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旅途辛苦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